堂堂魔尊沦落到异世界，那就一起死！娘的儿啊！他们怎么敢把我瑞王府的小姐偷换走？那个下贱胚子，让你给他们当牛做马14年，娘的心官儿被活生生折磨了14年。住口！现在跟我哭有个屁用！你不是王妃吗？自己孩子被人抱走，身边伺候的是一群废物。姐姐，你别这么说娘，娘也不想这样的。娘已经很伤心了，你还要在娘的伤口上撒盐吗？齐平乐，你敢打我！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那些失职的下人怎么办？全部杖毙。那倒不至于，全都罚去做苦工。再废话，弄死你！娘，我是为了王府好。若是让旁人知道咱们如此苛待下人，还不知道要怎么议论。你是担心瑞王府名声，还是觉得自己被否定了，不甘心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回来了，他怎么办？娘，玉儿，你说我做什么决定都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好，把他赶出瑞王府。瑞王府的东西他一样都不能带走，身上的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全都留下，给他换一身粗布衣服，赶出去。娘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他换上粗布衣服，扔出去！女儿，你还满意吗？嗯。我的儿！娘，咱不用这么热情。好，都听玉儿的。瑞王府的气运被腐蚀了，本该旺盛贵气，千疮百孔，不出3年，娘必惨死。娘，我既然认了你，就不会让你受欺负。谁敢动我们家，我便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谁把齐平乐那假货给赶出去了？谁把齐平灵那假货赶出去了？我，你有意见？再这么看，本尊不介意废了齐静熙的眼。干得好，这才是我齐家人的风格。我把齐平乐赶出去，你不生气？他可是当了你18年妹妹。那又如何？他一家还害了你14年，你可是我亲妹。这个二哥也还不错。知道妹妹回来，你还来这么晚，不像话。娘，这可不怪我，是大哥。大哥明明给妹妹准备了礼物，非让我转交，他自己不出来见妹妹，我去找他，连院门都不让我进。我听接我回府的嬷嬷提过，大哥的腿伤很严重，御医都没办法。区凡人的身体损伤倒不难治，前提是这个人值得。王妃，出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李嬷嬷带着人堵在世子爷的院门口，哭求。李嬷嬷是齐平乐的奶嬷嬷，以前大哥对齐平乐是有求必应。娘，咱们过去看看。李嬷嬷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去打扰大哥清静。走，刚赶走一个假货，院门外就有人替齐平乐闹，看样子齐平乐这些年没白待。世子爷，小姐1文钱都没有，就这么被赶出去了。小姐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，今天晚上在哪里过夜？万一要是遇到了坏人怎么办？
李嬷嬷，你干什么？老奴是心疼小姐。李嬷嬷跟府里签的是死契吗？是。既然是死契，打死得了。质疑主子，不听话的奴才，留着干什么？王妃饶命啊！老奴一直尽心尽力。主子决定，轮得到你在这里刮噪。这些人一起处置。都是李嬷嬷让我们来的。世子爷，救命啊！吵，还都傻站着干什么？把人拿下！王妃，老奴是为了小姐啊！小姐可是您几位千娇百宠长大的。全都杀了！该出来了。住手！世子爷，小姐这个大哥倒是生了一副好相貌。晨儿，这李嬷嬷以下犯上，确实该死。那也不能杀他。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帮着假货欺负咱亲妹妹？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帮着假货欺负咱亲妹妹？二哥，别急，大哥那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世子爷说的是，老奴就是心疼小姐，小姐是被您几位千娇百宠长大的，就这么身无分文的赶出去，小姐遭了罪，世子爷您几位心里也不好受啊！世子爷，您千万不要被小人蒙蔽。将他们统统发卖了，跟牙行说清楚，他们为何被发卖，不敬主子，以下犯上。世子爷，您还不如干脆要了老奴的命啊！世子爷，奴婢知错了，世子爷，都是李嬷嬷让我们来的。真的跟奴婢没关系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李嬷嬷是你们主子。压下去。这个大哥还行。我知道了，大哥，你是不想让外人误会妹妹，让别人知道那些家伙是罪有应得。妹妹刚回来，考虑不周正常。你呢？平日里让你学东西，你就是不学。我又不是老大，干什么我要那么操心？下次我注意。玉儿，是娘疏忽了，见到你回来，娘太高兴，一时没注意，差点害了你名声。娘，我从来不在意名声这种东西，可娘你们这么替我在意，我很开心。爹什么时候回来？按理说这个时辰也该回来了。王爷还没回府吗？王妃，王爷还没有回府。娘，说不定是爹被什么事情耽误了。二哥，咱们去迎一迎爹吧。行啊。娘大哥，我们去看看。晨儿，你笑什么？妹妹倒是挺有意思。自从腿伤之后，晨儿再没这样笑过了。我的玉儿定是上天赐给我的福星。他还要来这里赌爹。气运外泄，果然有问题。爹，恕女儿不孝，以后无法在您跟前侍奉，还请爹爹以后多多保重身体。女儿愿爹爹喜乐安康。他怎么直接求爹带他回去？直说了，不就显得他贪恋王府的荣华富贵？等着吧，他开始表演了。无耻！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，用手段很正常。妹啊，你能接受？我能理解，并不代表有人可以动我的东西。
这才是我妹。坏了，爹，你别犯糊涂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问题不重要，爹，这才是我亲妹妹，你亲女儿。二哥，我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不配当你的妹妹。我来只是想跟爹告个别，毕竟14年的父女情，我割舍不下，我没有其他意思。你是跟爹告别吗？你不就是跑来跟爹告状，说我们把你赶出去了？你其实就是想指责，是因为我妹回来容不下你，才赶你走的，让爹觉得妹妹心胸狭窄。齐平乐，你太阴险了，你怎么能这么无耻？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你为何要把我说得如此不堪？句句委屈，句句挑拨。齐平乐，18年的父女情，你割舍不下。是，爹，女儿舍不得爹娘还有兄长。你在享受你割舍不下的亲情时，本王的女儿在乡下当牛做马，被人搓磨。爹没糊涂，玉儿仁慈，只是赶你出去，你尚不知足，还在本王面前挑拨离间，真是上不了台面。玉儿，爹，爹，你哭了啊？恼羞成怒啊！你个混账东西！这个二哥倒是有趣。玉儿，回家。好。齐之玉、瑞王，你们都该死！恨吧，正好把背后那些东西全都引出来。玉儿，多吃点，这虾是江南进贡的，味道甚好。够了。妹啊，这鱼肉是咱府上厨子的拿手实活。我碗里的菜已经冒尖了。燕窝养人，你身子太瘦，该补补。大哥，前世为魔尊，独来独往，从未有人为我夹过菜。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以后天天都有。玉儿，你是我皇室血脉，既然回来了，明日便要进宫面圣。进宫？这么快？齐之玉，是你一回来就把齐平洛赶出去了？没错。你就这么容不下他？容不下。你可知，你这样回答，朕会如何想你？陛下如何想我，与我何干？放肆！你怎敢如此对皇祖父说话？皇祖父，您说话的时候，别人可以随便插嘴了？还是说，太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行使他当皇上的权利了？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。好个丫头，好个丫头！来人，赏！把朕司库里最好的药材、最美的首饰都给朕的玉儿拿来。皇祖父，那些药材那么珍贵，您怎么能赏给她一个乡下丫头？父皇息怒，瑶儿是心疼那些药材，想留给您滋补龙体。为人子女，孝为先嘛。玉儿，你怎么看？我当笑话看。皇祖父赏赐给我，我就不能再孝敬给皇祖父了？倒是郡主如此孝顺，为何不用自己的好东西来换药材？孝心是动动嘴皮子就空手套白狼，自己什么都不付出，还落个好名声。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太子家的行事机厚，果然与众不同。皇祖父，依我看，您该好好查查，有些功劳
到底是太子的，还是下面臣子的？可别让某些人冒领了功劳，寒了大家的心，动摇了国本啊！罢了，都退下吧。妹妹，你今天可真是让二哥大开眼界。齐之云，刚刚我是太担心皇祖父的身体安康，才说话过急。我给你道歉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头面，送给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的歉意我收到了，不过以后不要叫我齐之玉，玉儿皇姐不对哦。以后你可以叫我陈安皇姐，或者是陈安郡主。郡主？你怎么可能是郡主？陈安，你怎么配？皇祖父封的呀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封你陈安郡主？我这就去问皇祖父，一定是他搞错了。太狠了，借刀杀人，兵不血刃，还得是我妹。王爷，我家夫人让你过府一趟。二哥，这人谁啊？威远侯夫人的丫鬟。可是出事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王爷，咱们走吧。二哥，把爹给弄屋里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齐之瑜，你什么意思？玉儿，你把他给杀了。我杀不得一个丫鬟？不是你杀不得一个丫鬟，而是不能杀威远侯夫人的丫鬟。威远侯夫人是什么人？我的叔妹，也是你爹的心爱之人。你爹并非左右不了自己的婚事，当年他对我们的婚事也并不反对。可只要一碰到唐静柔的事情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。自己的夫君，心里却惦记着他已经嫁了人的庶妹，这简直是把我的脸面放在地上踩。可他又不肯和离，甚至不肯休了我。娘，爹平日里是否对你很好，你也能感受到他对你的情谊。可只要威远侯夫人一有事，他便立刻大变样，像是换了个人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若是他对我一点不好，我也就死心了。偏偏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折磨，才最让人痛苦。我懂了，原来如此。父亲并非移情别恋，而是被人用阴邪手段窃取了气运，心神受制。这方世界的天道果然有问题。娘，让妹妹去处理吧。晨儿，她竟然肯主动出自己的院子了。整个京城都知道，咱爹对威远侯夫人爱而不得，纠缠不休。父亲因此失了储君之位，母亲也背上极度毒妇的恶名。我们瑞王府早已是京城的笑柄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，不就是名声不好吗？小意思。大哥，二哥备车，把那死丫鬟抬上，我们去威远侯府讨个说法。
这是谁家呀？在京城里鸣锣开道，这么嚣张。看那盔甲，是瑞王府的马车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的天，那白布下面不会是个死人吧？去，把门砸开。是。何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门前闹事？找死不成？叫你们老夫人来见我。放肆！我们老夫人岂是你说见就见的？杀了。是。瑞王府好大的威风，不愧是瑞王府刚找回来的千金，威风凛凛，在我威远侯府门口杀我府中之人。门口，老夫人，你恐怕有所不知，我在我瑞王府也杀了你们威远侯府的人。要说威风，谁也没有威远侯府大，一个丫鬟就敢跑到我瑞王府指名道姓，让我爹过来见你们侯夫人。怎么，我爹堂堂瑞王，其实是个可以被你们丫鬟随便使唤的下人？什么？不是瑞王痴缠侯夫人吗？是侯夫人派丫鬟去叫王爷，这规矩不对啊！去，把夫人叫来。母亲，你让你丫鬟去请瑞王了？魏老夫人，我纠正一下，不是请，是命令，颐指气使的命令。你若不信，大可去打听。当时我瑞王府前院门开着，看到的人可不止一两个。我主要是想问问，为何瑞王府找回自己亲生女儿后，就把养了18年的养女给赶出去了？18年的感情啊，难道瑞王府的人都没有心吗？区区一个侯夫人，胆敢非议皇室家事，以下犯上！老夫人，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啊！是老身管家无方，齐之宇，你敢打我？掌嘴！齐小姐，你这有些过了。阔，区区一个侯夫人，胆敢对本郡主直呼其名，出言不逊，掌嘴都是轻的。皇祖父亲封，陈安郡主，见此牌如见陛下。你们想以下犯上？姐姐，求你出手，放过魏夫人吧！魏夫人只是关心我，才想问问情况，她没有恶意的。你有什么不痛快，冲着我来就是了，何必牵连无辜？求求你了，姐姐。牵连无辜，老夫人，你家儿媳以下犯上，她无辜？不无辜，这是她该受的。听到了吗？老夫人都觉得她儿媳该打，你在这里哭给谁看呢？好了，停吧。本郡主怎么也要给魏老夫人一个面子。不过，老夫人，以后你家中的人可是要好好的约束约束了。一个有夫之妇，天天惦记着别的男人，像什么样子？我虽说刚回京，但也听说了不少我爹痴缠侯夫人的流言。如今看来，似乎传言有误啊！来来来，大家谁能跟我说一说，我爹是怎么痴缠的，都做了什么事情？你们谁在何时何地亲眼看到过？王爷总是以一些我无法拒绝的名义送我东西，所以呢？这还不够吗？你以为我想收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因为那些名义需要送的，比如年节贺礼，比如看望长辈的伴手礼，到了你这里就成了对你的痴缠。魏夫人，自恋是种病，得治。你最好找个好大夫看一看，我看你病得不轻。
你说的那些破事儿，反正没人亲眼见到。但是今天，你这丫鬟跑到我瑞王府，指名道姓要让我爹过来见你，这可是众目睽睽。也是，我娘是嫡女，你不过是个庶女，从小被嫡姐压着，心里不平衡，想要超过自己嫡姐的小心思，我能理解。你血口喷人！对了，我想起一件事，当年我娘身怀6甲，是你非要邀请我娘去山中寺庙为腹中胎儿祈福，然后在路上，我娘的马车就那么巧的发生了意外，这才在附近的农户家中早产。也正是在那家农户，我和齐平乐才被那农妇给偷换了。魏夫人，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？这事儿没完。玉儿，你回来了。你爹要是醒了，你别跟他犟。凡事有娘，还有你2个哥哥在。娘，放心，我跟我爹谈谈。大哥，把齐平乐那一家子打包一下，送去威远侯府，就说威远侯夫人心善，做好事做到底，一并收留了吧。好，这叫送佛送到西。妙啊，太妙了！我倒要看看这回威远侯夫人是不是还那么心善。这娘，让妹妹自己去吧，我感觉爹在妹妹手里应该占不到便宜。爹，醒了就睁眼，喝口水吧。爹，我从小到大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。回到家里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关心和温暖。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不要问。所以，谁想破坏我享受这份家庭温暖，我就除掉谁。你这一身武功是跟谁学的？这么小，你吃了多少苦？是爹没保护好你。爹，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到底是因为谁呢？我刚刚去了威远侯府，当众羞辱了唐静柔。当年的事，我会派人去查清楚。好，不过爹，我听人说你这不是病，是撞邪了，没人能看出来，只能说明他们道行太浅。爹，你也顺便查一查我娘当年在娘家的情况吧，毕竟唐静柔的娘可是我娘的继母。王爷不在府中吗？威远侯见你，还需要我爹亲自出面？怎的？这瑞王府如今是你一个乡下丫头做主了？你们瑞王府真是……威远侯，你还知道这是王府？王府如何行事，需要你区区一个侯爷来指手画脚。二哥，走，备车进宫。我倒要问问皇祖父，是不是以后皇子皇孙见到威远侯府的人都得3拜的九叩了？好，这就去。郡主息怒，本侯并无此意。侯爷何必自谦？太子是侯爷的表弟，侯爷身份高贵也是应当的。毕竟以后这皇位是太子的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理应识时务。郡主息怒，是臣鲁莽了。息不了一点怒。本郡主若是任由一个臣子欺凌到头上，皇室的颜面何在？郡主，你想如何？让你夫人唐静柔对外澄清，她是因嫉妒我娘，虚荣心作祟，才故意营造我爹痴缠她的假象。不可能！郡主，你就不担心王爷知道你做的事情之后会怪罪于你？既然侯爷不选，那就本郡主来。齐之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开门，让大家伙都来看看威远侯有多厉害，就靠夫人那点私色给自己换好处。等下，别开门！我同意，我同意。
好，妹啊，你太牛了，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。妹，你真是我的神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威远侯那老小子吃这么大的瘪。不过爹他那边要是知道了……二哥，富儿过来。我刚刚旁敲侧击过了，爹那么重视唐静柔，完全是因为娘。你想想，爹那闷葫芦的性子，嘴笨不会解释，他八成是想通过唐静柔侧面了解娘当年在娘家受的委屈。啥？真的假的？我说爹今天怎么一直没冲出来？原来是我们误会爹了，爹心里还是有娘的。所以啊，这事儿就是个天大的误会，咱爹心里只有娘一个。刚刚威远侯来时，我动弹不得，是你做的手脚。不错，我能感觉到那股束缚我的力量，在你回来后确实减弱了许多。爹，我觉得如今的太子并不适合那个位置，这就像两家的气运此消彼长，咱们要的不是暂时压制，而是彻底摆脱，必须将唐静肉那边彻底打垮，你被窃取的气运才能回归，你才能真正自由。我明白了。郡主，不好了，外面威远侯府的人在王府门口哭天抢地闹起来了。爹，你又中邪了。交给我。求求王爷王妃开恩，放过我家夫人吧！我家夫人不过是心善，收留了被报错的小姐，王府怎能如此仗势欺人，迁怒于她？妹，别冲动，跟他们解释不清楚的。二哥，这回有人信的。威远侯府的丫鬟，奴婢看不惯瑞王府仗势欺人，今日便是豁出性命，也要为我家夫人鸣不平。很好。秋儿，都怪我！王妃，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？为何要迁怒一个无辜的丫鬟？唐静柔，你眼瞎吗？杀他的人是我，你找我娘干什么？若不是有人授意，郡主又怎敢当街行凶？行了，别演了。既然你们威远侯府这么喜欢把脸丢在地上，那咱们就直接来。二哥，带娘进去换朝服。妹啊，换衣服干什么？进宫面圣，让皇祖父来断一断，这京城里到底孰是孰非。齐之远，你干什么？齐之玉，你放开我！郡主，您这是？齐之玉，你欺人太甚！你要干什么？齐之玉，侯爷，你找死！还不赶快放了我们！老夫人，本郡主在宫中等你。陛下，还请陛下给臣做主。陈安郡主当街掳人，冲击侯府，羞辱朝廷命官，目无王法，请陛下降罪。请陛下为臣妇做主啊！陈安，怎么回事？皇祖父，总为此等破事纠缠不休，孙女觉得甚是烦人，为免日后再生事端，请皇祖父宣文武百官进宫，孙女我一次把话说清楚。宣百官入宫。宣百官进宫。陛下，瑞王还未到，此事体大，若瑞王不在，恐怕最后结果有人不认。威远侯，你是傻子吗？陈安郡主慎言。我慎言什么？陛下在此，谁敢不认？
怎么，在你心里，陛下说话，臣子可以说不认就不认了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，臣万死。起来吧，既然没意义了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臣府上的人几次三番被陈安郡主所杀，今日他更是绑了微臣夫妇一路拖行入宫，还请您为臣做主。陛下，陈安郡主如此肆意妄为，目无法纪，绝不能姑息，请陛下降罪，请陛下降罪。陈安，你怎么说？皇祖父，我杀威远侯府的下人，只因他们以下犯上。堂堂郡主当面，他们却出言不逊，挑衅皇权，不该杀吗？第一个丫鬟跑到我瑞王府门口直呼我父王名讳，第二个侍卫明知我身份，竟敢呵斥，第三个丫鬟更是当众造谣污蔑，我杀他们有何问题？魏老夫人，您来说说，我说的可对？陛下，是臣妇教导无方，郡主杀了那几个以下犯上的奴才，理所应当。娘，住口！那日是唐氏的丫鬟冒犯瑞王在先，罪有应得，家中侍卫不知守礼，也是该死。我让你去赔罪，你却纵容唐氏的丫鬟去王府门口哭诉，造谣污蔑，成何体统？各位大人听到了吗？连事情实伪都不知道就急着下结论，不知道是各位大人耳聋眼花，是非不分，还是说这朝堂之上本就是威远侯一言堂？不对，我说错了，威远侯不过一介侯爷，身份不够。那为何各位大人这么推崇威远侯，以他马首是瞻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，绝对没有不臣之心。陛下，一切起因都是因为瑞王把齐平乐赶出王府，臣妇不过是可怜的孩子，想问问情况，郡主便怀恨在心，处处针对臣妇一家。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你的丫鬟以下犯上，叫我爹跟叫个小厮似的，是我让你不去找自己的嫡姐，反倒去找痴缠你的姐夫，是我让你往我们家泼脏水，让天下人觉得我们瑞王府仗势欺人。皇祖父，我可真是大错特错。唐氏，你给朕解释解释。我爹从小被立为太子，所娶的正妻自然是好生教养的嫡出千金，样貌、才庆、品性，你哪一样胜过我娘？不过倒是有几样我娘不如你，装可怜扮无辜假善良，倒是远超我娘。尤其是你勾引男人的手段，我娘绝对是自愧不如。郡主嘴下留德，那是本侯夫人魅力大，瑞王自己情难自禁，难不成还要怪在本侯夫人头上？威远侯，本郡主说的是你啊。你当年堂堂侯府世子，放着满京城名门嫡女不娶，非要娶一个庶出的，这还不足以说明你夫人的本事？胡说！我与夫人成亲前恪守本分，并无往来。那就奇怪了。既然如此，威远侯当年怎会独独选上了唐静柔？当年我爹是东宫太子，而威远侯世子你娶了唐静柔之后，才变故突生。先是我爹痴缠唐静柔，再是我爹行事荒唐，最终我爹被废，如今的太子上位。而这位太子吗？这背后的种种，细思极恐啊！哦，对了，唐氏的娘当年也是在我外祖母去世之后，从妾室扶正的。不得不说，唐氏母女运气都挺好的。各位大人可以想一想，当年我父王是何其的惊才绝业，如今太子所办的差事，哪一次不是我父王退让的结果？如此，朕倒是要问问太子了。去，把太子叫来。
父皇，儿臣拜见父皇。看来你对朕的这个位置筹谋已久，最近是等不及了吗？父皇，儿臣惶恐，儿臣知罪。难怪了，你的好女儿会质疑朕册封陈安为郡主，原来是觉得所有的一切都该是你们东宫的。父皇，不过是荣瑶，童言无忌，你已经责罚过儿臣。皇祖父，我的父王冤啊！我父王宅心仁厚，爱护手足，为了家人，他一再退让，甚至甘愿扶自己兄弟上位，最后却还要被步步紧逼。皇祖父，我父王这是被人敲骨蚀髓，吸干了血肉啊！这是何其残忍！还请陛下为王爷做主。请皇祖父为我父王做主。好，好啊，看来这太子之位是捧得你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来人，拟旨。陛下三思啊，国本动荡。看来太子真是众望所归。太子其盛，德不配位，行止不端，教子无方，夺嫡之心昭然若坚。着废除太子之位，降为吴王，即日编出东宫，钦此。吴王，接旨吧。儿臣谢恩。母妃，母妃，救命啊！本宫已经听说了，慌什么？你父皇只是废了你的太子之位。只是，我这个太子被废了，还只是？瑞王还不是也被废过？那怎么一样？瑞王是皇后所出。母妃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。陛下封你为王，不过是让你退到和瑞王一样的位置。你当太子10多年，与朝臣利益早已捆绑，他们敢轻易换船吗？你握着一手好牌，怎么打都稳赢。对，他用什么跟我斗？母妃，儿臣以前太过仁慈了，瑞王本就不该活着。你要记住，稳住，别再忤逆陛下，那个位置非你莫属。还有，给本宫好好盯着那个齐之玉，这次的意外全因他而起，这种人还是死了才好。德妃不会放过你的。爹，看您这话说的，就跟我会放过他似的。玉儿，这些年你过得很难吧？还行。爹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们回来后，那种被束缚的感觉轻了很多。他越是不好过，我越不会被控制。正是，他之所以有好日子，是偷了爹你的气运。我们气运相连，此消彼长。虽然陛下没动威远侯府，但只要他还是侯夫人，日子就不会太难过。所以，你还要继续对付唐静柔？当然，爹，咱们要的不是可以控制，而是彻底摆脱。你要杀了他？爹，她可是侯夫人，我怎么会杀了她？不过嘛，她以后要是想不开自杀了，那可跟我们没关系，是吧？王爷，陛下宣您入宫。知道了。爹，皇祖父除了是皇上之外，还是你爹。儿子对爹，其实可以不仅仅是君臣。你倒是有个好女儿，心思缜密，一环套一环。从回府开始，目标就直指东宫，朕都小看她了。爹，唐静柔收留齐平乐，威远后咄咄逼人，难道是玉儿逼他们去做的？我女儿被偷换18年，一个不嫌世事的小姑娘要经历什么才能长成这样？她一身武功，又吃了多少苦？她本该被儿臣娇养着长大。那你就给朕争气点儿，别让她白白为你谋划。爹，儿子不会让爹失望的。哼，跟朕有何关系？起来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哭哭啼啼，丢人。
这又是你的好女儿给你提的醒吧？那是我女儿，那还是我孙女，你得意什么？你都是我的！嘿，还敢挑衅！爹，我都多大了？再大也是我儿子！你给我站住！来人，让那个逆子去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。好，看来是谈崩了。去给吴王送信，唐静柔此人还有大用。滚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有人调戏我家夫人！王爷，请你自重。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是何人？齐之玉呢？奴婢是瑞王府的。郑小姐既然身上有伤，动弹不得，奴婢们这就抬您进府。别过来，我受伤了，动不了。我说过别动我，要是被人抬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郑小姐挣扎得太厉害，强行抬出来，怕是会伤了她。你们几个把马车车厢给拆了，这样方便抬郑小姐。怎么敢！拆了我的马车！你们这群疯子！欺人太甚！雪儿，我的雪儿啊！在我们王府门前跟哭丧似的，真是晦气。陈安君主，你为何要如此逼迫我女儿？你府上下人竟敢拆了她的马车，你这是想逼她去死吗？是她自己说进不来，我好心让人抬她进来，有何不妥？荒唐！难道不可以让我们的马车直接进去吗？原来郑夫人也知道你女儿的马车可以直接进王府啊。那本郡主就奇了怪了，为何你女儿想不到，非要让本郡主出门见她？一个臣子的女儿，竟敢要当朝郡主出门相见！不得不说，郑大人好大的官威，郑家好大的排场，竟然都排在皇室之前了。郡主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解除与世子的婚约的，是我自知不配，又冒犯了郡主，才不敢进府。你确实不配。郡主，谁不知道世子双腿残疾，是我女儿不离不弃。郑夫人是忘了我大哥为何会双腿残疾，若不是为救你女儿，被砸在房梁下的就是他郑明轩，如今倒成了你们郑家施舍恩情了。不是的，那些年大哥赠予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，是他非要给我，我怕拒绝了伤他自尊，才暂时收下。不想要，好啊，现在就还回来吧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不想要，只是暂时收下吗？难道说你其实就想要，还非要立个牌坊？东西收了，好处拿了，反倒成了我大哥逼迫你。郑小姐，这招高明啊！我不是，郡主若介意，我还回去便是。好呀，一会儿我就让人带着清单去府上取。不过现在还是先解决婚约的事。去请大哥出来。不用了。世子，当年婚约玉佩，原物奉还，
从今往后，男婚女嫁，互不相干。世子，为何？什么为何？大哥，你这还不懂吗？郑明轩是问你为何要同意解除婚约。不是他自己要解除婚约的吗？唉，看来郑小姐为了跟你解除婚约，真是下了血本，受着这么重的伤都要亲自来。大哥，幸好你同意了，不然强扭的瓜不甜啊。小姐，玉儿，你费心了，只是你大哥他真的放下了。今天的冲击够大，但情之一字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过嘛，我倒有个让他彻底死心的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大哥不是整理了清单吗？郑明轩说要还，我这个做妹妹的，自然得亲自上门帮他一把。上门要账？妹，还是你狠，我跟你去。不用，对付这些内宅妇人，二哥你不方便。我感觉郑家还能挖出来不少好玩的东西，等着看好戏吧。郑家小姐欠债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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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过郡主，两家就算无缘，也不该如此交恶，实在有失体面。郑老夫人，你在教本郡主做事，一边攀附我瑞王府，一边又嫌弃我大哥，你们郑家做事就很有体面吗？郡主何出此言？你大哥确实不良于行，身份再高贵，哪个女人嫁了不委屈？贱妇，你胡言乱语什么？郡主，都是臣治家无方，还请郡主息怒。哦，郑大人治家无方，连夫人嫌弃皇孙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都不知道。不，我夫君不知道，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跟夫君无关。郑大人，你连一个家都管不好，还在朝为官，户部郎中正五品，这样的官位让一个连家事都理不好的人来当，蛮危险的。郑大人，你家这究竟是教育出了问题，还是家风本就如此？郑小姐，你说东西是大哥非要给你的，你被迫收下。那好，现在就把东西还回来吧。我把清单都带来了。雪浪斋孤本、前朝杂技一套、焦尾古琴一床、东海明珠一盒、赤金头面12套，现银10万两。郑大人，听清了吧？照着清单拿东西吧。这些东西大半都已被我送出去，用于打点关系，现在如何拿得出来？怎么拿不出来？拿着我大哥的东西给自己谋前程，用完了还反过头来嫌弃我大哥，我呸！一家子烂心烂肺的垃圾玩意儿！好好想想怎么还吧。户部侍郎的位置空出来了，你们可有人选推荐？父皇，儿臣举荐户部侍郎郑鸿山，此人做事严谨，为人清廉，在同僚中皆有口碑。更何况郑家与瑞王府还是亲家。父皇，与郑家的婚约，儿臣正想解除。皇兄，为何？因为郑明轩没规矩顶撞我。陈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御书房！朕允许的，你有意见？皇祖父，郑家一边拿着我大哥给的东西，一边在外面装受害者。这些年，郑明轩拿着那些奇珍异宝，给他爹郑鸿山疏通关系，谋取官职。如今他们还觉得我大哥配不上他家女儿，嫌弃皇室呢。老四，你刚说郑家家风挺好，这样的人应该补上户部侍郎的缺。父皇，儿臣不知，儿臣看错人了。人证物证，孙女都已查清，郑后在宫外。查！给朕彻查，所有涉案人员一并拿下。
拿着，以后在宫中行走也方便。谢皇祖父。母亲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我的儿啊！为什么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，为什么死的时候只有我们去死？你不是最爱父亲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？你个孽障！我享受的是我自己的钱财，是你爹连累了我。真是好一出母慈子孝。当初他打压你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天？姑奶奶，您别伤心了，都怪他们没良心，蒙蔽了您。您要去皇陵过苦日子，瑶儿给您备了些俗物傍身。齐之瑜，你干什么？你打我！没规矩的东西，你爹吴王没教过你长幼尊卑吗？论身份，我是郡主；论年纪，我是你皇姐。你敢直呼我姓名？看来吴王真是心大到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教。请郡主将包袱还给我，那都是姑奶奶的救命钱。金子啊，真是大手笔。皇祖父让他去守皇陵，是去忏悔，去赎罪。你倒好，送钱让他去享福。怎的？你是在质疑皇祖父的决定，觉得你的姑奶奶不该受罚？我没有。看来吴王和你都觉得你姑姑委屈了。不是我要的，是他非要给我。喏，看到了吧？这样的人，吴王为何要如此帮衬？是吴王蠢到被蒙蔽，还是说那贪墨堤坝银两之事，吴王也参与其中呢？全是金子，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他们一个罪人上路还有金子拿。吴王府真是财大气粗啊！这就是皇亲国戚吗？不是的，这是我的主意。姑奶奶以前对我好，我只想回报她，这是我的一片孝心。哦，孝心啊，那你真是孝顺。难道你的孝心可以大过国法律例，大过枉死人命？你若真孝顺，舍不得你的姑奶奶，大可以去皇陵陪着她，亲自伺候她，只给她金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吴王府有的是钱了。二哥，咱们走吧。好嘞，看够戏了。蠢货，废物！我的计划，我的名声，全被你这个蠢货给毁了。王爷，瑶儿年纪还小，您慢慢教。再说这事儿也不是不能挽回。挽回？怎么挽回？跟全天下解释我没教好女儿，让她目无法纪，还是解释我跟驸马的贪腐案有牵连，所以才送钱封口？你说啊！王爷息怒，陈安郡主此番用的是阳谋，避无可避，当街辩解只会越描越黑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！为今之计，我们不如换个方向。陈安郡主再厉害，也只是个女子。瑞王真正的软肋是她的子嗣，一个残废，一个纨绔，她拿什么跟王爷您争？齐之又给咱们提了醒，咱们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咱们就顺着百姓的意思，把瑞王捧得高高的，捧成众望所归的圣人，然后再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他寄予厚望的世子是个一辈子都站不起来的残废。到时候捧得有多高，摔得就有多满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妹啊，你听说了吗？外面都快把咱爹捧成神仙了，说他大义灭亲，心怀万民。我要不是他亲儿子，我差点就信了，以为咱爹要原地飞升了。这不就是吴王的目的之一，捧杀？吓得他们也太阴险了！先把咱爹捧上神坛，再揭开大哥残疾我纨绔的事实，让百姓的希望彻底破灭。他们就是笃定了咱爹后继无人。没错，到时候如今百姓眼中的所有优点，都会变成他们攻击我们的缺点。那怎么办？大哥的腿，吴王肯定会拿这个大做文章。让他们捧，捧得越高越好。大哥的腿，到时候自然会给他们一个惊喜。直接站起来走出去，吓死他们，那多没意思。二哥，你见过神迹吗？
世子爷，都是我的错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伤了腿，一辈子被困在轮椅上。民女罪该万死。我今天就要离开京城了，在只想临走前跟子说声对不起。什么？瑞王世子原来是个残废？我们还以为瑞王爷是天命所归，怎么儿子一个残废一个纨绔？这以后谁来继承大统？我们被骗了，瑞王府骗了我们。陈安郡主，我们敬佩瑞王，可为什么世子是个废人？你们为什么要欺骗我们？你们是想造反吗？陛下圣体康谦，我父王也还好好的，你们竟然就开始关心我大哥的继位问题了，想的可真够长远啊！郡主误会了，百姓也是关心则乱，瑞王本是众望所归，只可惜天意弄人啊！天命所归之人怎能身有残疾？连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，这便是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啊！是吗？吴王殿下就这么确定这是天意？你的腿怎么好了？原来这才是天命所归。天命所归，天命所归，神明啊！我的晨儿真的好了，真的好了！大哥，你真好了，真的有知觉，不是做梦吧？你脑子被雷劈了，我都自己走进来的。瑞王接旨，圣上宣瑞王一家即刻进宫面圣。嘿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皇祖父肯定坐不住了。雷电没有伤你分毫，反倒让你双腿康复。天命所归，老四，你说是不是？父皇说的是。朕还活着呢，就有人替朕看出来天命所归了。来，都跟朕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以为这或许就是天意。民间流言本是大逆不道，可偏偏上天降下神迹，以雷霆之威治好了臣儿的双腿。父皇，这正是上天在明示，替您选好了继承人。儿臣自知才疏学浅，但若这是上苍交付的责任，儿臣就算能力不足，也不敢后退半分。儿臣生逢其时，定当迎难而上，当仁不让。皇兄，你若是天命所归，那将父皇置于何地？其实我也没想到会被上天选中，本来我是想好好辅佐老四你的，不过既然老天非要如此，为了不负天恩，我也只能与你争一争了。老四，你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妹啊，吴王都被气得吐血抬回去了，咱们大获全胜，你还调查着晋文伯府干什么？自从威远侯府倒台，他们家早就夹着尾巴做人，安分得很。吴王是不行，但他背后的人呢？神迹太过震撼，百姓有多认可咱爹，吴王阵营里的人就有多恐惧。我明白了，极致的恐惧会让他们感到极致的威胁，然后不惜一切代价，更加团结地对付咱们。二哥果然通透，可这跟晋文伯府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在天命上输了，就会从别的地方找补过来，比如孝道。孝道？你想想，一位天命所归的亲王，他的王妃却是个对自己病重老父不闻不问大孝道的儿媳，这个消息传出去，百姓们会怎么想？是不是对比很强烈，故事很精彩？无耻！他们这是要拿孝道绑架，逼娘亲就范。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？跟一群将死之人有什么好气的？至于埋怨，比起这个来，我更喜欢直接把对手给埋了。王妃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去见见你父亲吧，他病得很重，太医说可能就这几日了，他临终前就想再见你一面啊！伯夫人请起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外祖父病重，我们做小辈的理应前去探望。娘，咱们去看看吧。玉儿，娘，放心。多谢王妃，多谢郡主。
伯爷，慢点喝，小心烫。您病了这些日子，妾身这心都揪着疼。雅慧，你看看，还是你母亲贴心，哪像有些人连基本的孝道都不懂，还口出狂言，真是畜生不如。伯爷说的是，你这夫人可真会照顾人。只是这药又不烫，一口喝干不好吗？非要一勺一勺的喂，不嫌苦啊？郡主有所不知，伯爷身子弱，喝太快容易呛到。你懂什么？喝完药连口蜜饯都没有，真是恩爱。就是不知道你们这是真恩爱，还是在做戏给我们看，有意思。你不用在那说风凉话，我告诉你别告诉我了，还是先交代交代你的后事吧。你敢杀我？只要你现在动我一根手指，不出半个时辰，瑞王府就会被你连了。我说的不是那个，我说的是你喝了这么多天毒药，再不交代后事，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这药全是你外祖母亲自盯着煎的，怎么可能被人下毒？你脑子确实不正常，他需要偷偷放吗？他就是直接放的。郡主，你为何要如此污蔑我？戚之玉，我看你是黔驴技穷，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口，我不会信你。伯爷，府医，快叫府医！伯爷，您这是中毒了，毒就来自您喝的汤药里。解毒，快给本伯解毒！求郡主大发慈悲，把解药赐给伯爷吧。伯伯一直好好的，郡主一来他就中毒了。刚刚郡主还说要了伯爷的命。你胡说什么？他中毒与我女儿何干？下官见过王妃，见过郡主，听闻伯伯府上出了事。大人救命啊！求您让陈安郡主放过奴婢的家人。发生了何事？郡主的人威胁奴婢，若是不把毒药放进老爷的药里，就要了奴婢全家人的性命。奴婢是被逼的。畜生！难怪你会给我请御医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。胡说！玉儿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我知道你想说几天前我的人就来威胁你，对吗？是，我只是奇怪，既然是我派人威胁你，你为什么不禀告你家主子，也不去报官？奴婢是担心说了之后，奴婢的家人活不下来。有道理。看来在你心里，你的家人比你的主子更重要。你是宁可你家主子死，也不让你家人承担一点风险。还有，我的人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伯府里威胁你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威胁了府里其他人层层传话给你，对吧？真不知道是我的人太厉害了，还是静文伯你做人太失败了。府里发生谋害主子的事，竟然没有一个中母想要保住你的命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与其怀疑我，还不如直接调查一下这位最想让你死的静文伯夫人了。郡主，臣妇是最不想伯爷出事的，没了伯爷，臣妇怎么活？你可以跟你表哥还有你儿子好好活着，静文伯一死，就再也没人阻止你们一家团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不是很明确吗？听说你儿子喜欢吃炖肉加醋，真是特别的吃法。哦，对了，你夫人的表哥也喜欢这么吃。还有啊，你说你儿子长得那么像你夫人的表哥呢，他们都是亲戚，相像也正常哈。伯爷，我没有，他胡说。大人，不要滴血验亲。大人，静文伯已无法滴血验亲，毒性深入骨血，验不准了。这有什么好验的？反正也疼了这么多年，谁的孩子不是孩子？养在身边这么多年的亲情，还比不过血缘吗？荒唐！血缘怎么不重要啊？重要吗？你女儿唐静柔支持齐平乐，指责我家不顾念18年亲情陪伴的时候，你不是挺支持的吗？你儿子跟你可是几十年，远超18年啊！伯爷，这是府上账房交出的账本，祭祖了夫人近年的大额开支。贱人！挖我的银子养你表哥一家，还说你跟他没关系，我的毒就是你下的。吴王肯定把痕迹都清理干净了，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指证他。静文伯夫人怎么弄到的毒药，总要有个来源吧？你的意思是？那为什么咱们不能把那有毒的药材放到吴王府呢？没有证据，咱们可以制造证据吗？好主意，我这就找人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药材放到吴王府里去。二哥，不用太偷偷摸摸，反而要粗糙一些。为什么？做的越隐秘不是越好吗？我们要粗糙的把东西送进去，让吴王觉得咱们在他府中没法深度渗透，让他以为自己的王府跟铁桶似的，这样他才会放松警惕，我们真正的眼线才能更安全。我明白了，就按玉儿说的办。哈哈，高，要说黑还得是你啊，我妹，让他以为抓住了咱们的把柄，其实是踩进了咱们的陷阱。你是说毒药是吴王给你的，让你下毒害静文伯？
再嫁祸给瑞王妃。是，王爷说只要瑞王出事，他就能成为储君，到时候会庇护我的。父皇，儿臣绝对没有做过此事，荒唐！瑞王乃是靖文伯府的女婿，他们关系更近，怎会听命于儿臣？请父皇明察，还儿臣一个清白。那可不一定，我娘的继母可是心疼她自己那个进了大牢的女儿，他们偏向吴王，对付我们家太正常。一切要靠证据说话。既然靖文伯夫人指认是儿臣所为，那请拿出证据，只凭他一人之言，儿臣不服。父皇，儿臣恳请搜查儿臣的王府，若是搜不到毒药，那便是有人栽赃陷害，儿臣愿以性命担保清白。啊，那就去搜一搜吧，怎么都要找证据嘛。启禀陛下，此物是在吴王府偏院一棵树下挖出，土坑痕迹很新。父皇，若真是儿臣所为，怎会如此不小心？这分明是等着人去发现来坐实儿臣的罪名。启禀陛下，此物并非靖文伯所中之毒，只是一些普通的香粉。陈安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就是你们瑞王府栽赃陷害的铁证。吴王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说你与此事毫无关系，对吧？自然。既然没有关系，那你怎么知道这瓷瓶里的就应该是靖文伯中的毒药？这么奇怪的东西埋在本王府中，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，还能是什么？你万万没想到我会医吧？那个瓷瓶从我跟前一过，我就知道里面不是毒药，因为我对药材天生敏感，我早就知道这是个圈套，就等你这个真凶贼喊捉贼呢。吴王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若不是心虚，为何如此笃定瓶中该是毒药？你故意设局，想用假药来诈我们，再反咬一口。可惜啊，你的阴谋被我识破了。胡言乱语！齐之玉，靖文伯夫人田氏谋害夫君，罪证确凿，罚你终生伺候瘫痪在床的靖文伯，治死方休。皇祖父，这事儿闹得我们家好委屈，总要让吴王给我们些补偿吧。皇祖父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？总要让吴王给我们补偿吧。田氏背后是魏家，魏家背后是谁？大家心知肚明。我们瑞王府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精神损失费总得给点吧。皇兄，此事虽非我所为，但若你觉得需要补偿，本王绝无二话。四弟，你我兄弟之间何须谈什么补偿？这么多年，我关照靖文伯，除了看在王妃面上，不也是看在你的面子吗？魏家是你表亲，我总不能不顾念你的脸面吧？是弟弟疏忽，让皇兄受委屈了，补偿是应该的。不知皇兄需要什么？爹，怎么能不要补偿？咱们家太亏了。胡闹，都是一家人，你的皇叔难不成还会亏了你？你当你皇叔是那种狼心狗肺的混账不成？老四，你别在意孩子的话，你刚被废了太子，手里也没什么积蓄，无非就是有些差事空缺，但那也要靠真本事争取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哎，老四，孩子一句话，你又何必这么在意？不过你非要如此，也是你这当皇甫的一片心意，我就替孩子谢谢你了。皇兄客气了，作为皇叔，哄孩子高兴本就应该。父皇，儿臣先告退，回去准备赔礼。陈安，本事啊！朕的好大儿和他闺女，论起不要脸来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从来不惹事，但是有人惹我，他们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你个小滑头，滚吧！陛下，德妃娘娘求见，让她进来。陛下，妾身来请罪。妾身不知娘家竟如此糊涂，养大了靖文伯的胃口，险些害了瑞王。妾身万死难辞其咎。幸好老大一家有老天庇佑。对了，老四觉得愧对老大，要送赔礼。你既然也觉得愧疚，就没什么表示。陛下说的是，妾身正想送些赔礼给瑞王一家，还想跟陛下商议呢。不用了，按着你的心意送，别失了体面便是。爹娘妹，吴王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会疯狂反扑，咱们是不是该准备一下？二哥说的对，水浑了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，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嘛。反正爹娘都做好这个准备了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走到那一步。吴王输了，他背后那些人一定会力保他，我们接下来的压力会更大。爹，你们商量对策，我去一趟靖文伯府。我跟你一起去，他毕竟是我父亲，我理应出面。娘，
你恶心他，不想看他，可以不去的。你有个正当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亲生父亲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娘亲悲伤过度，卧床不起，不方便去。这理由够不够？还是我妹厉害，高，实在是高。爹，你才是我亲爹啊！混账东西，都怪娘那个贱人！若不是你们，我何至于忽略我的亲生女儿雅慧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拖出去，断绝关系！玉儿来了，快坐，让你见笑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田氏竟然会这么对我。伯爷，你的戏演得太拙劣了。你那儿子是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心里清楚。可为了保住你的荣华富贵，你选择牺牲他，来向我们卖好。你心里更明白，给你下毒的就是吴王。你想活命，只能选择我们，不是吗？我娘身子不好，但她孝顺，特地让我带了礼物来探望。玉儿，这些锦盒是空的。伯爷，你怎么能说是空的呢？难道你看不到那锦盒里装着的是我一家人对你深深的敬爱跟关心吗？那是我们满满的心意呀。伯爷，你真的感觉不到吗？感觉到了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伯爷能感受到我们的心意便好，我该回去了，我娘还病着呢。玉儿啊，快回去，让你娘好生养着，不要因为惦记我伤了身子。你娘孝顺，你们都孝顺，我知道，我心疼她呀。这盒不错，包起来给我娘送去。这胭脂没货了，我看上了。你喜欢，归你了。陈安郡主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你想要，我给你，你还问我什么意思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这铺子是我家的，我拿我家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掌柜的，告诉这位小姐，这铺子现在是谁的？回郡主，回这位小姐，这铺子几天前已经转给了瑞王府。听到了，现在给钱。你怎么不花钱就喜欢，花钱就不喜欢了？堂堂吴王千金，该不会连这点银子都拿不出吧？谁说我买不起？多少钱？5000两。你怎么不去抢？贤贵，你别买啊！我看这胭脂挺好的，觉得应该卖个好价钱。你非要买，我只能忍痛割爱。怎么想买又买不起，丢人哦！郡主，臣女听闻了胭脂铺的事，齐荣瑶还是个孩子，心里有气。郡主何必如此对她？不能包容一二吗？不能。她到底是郡主的堂妹。蒋淑仪，你跑到我的雅间来对着我说教，你是用什么身份来指责我的？第一，我是陛下亲封的陈安郡主，你是以下犯上。第二，齐荣瑶强取豪夺，我不纵容她，是在为民除害，你却跑来让我包容恶行。我倒是好奇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祖父魏国公的意思？看来为了自家利益，魏国公府可以无视事实，颠倒黑白。手握兵权的国公爷教出来的孙女都如此是非不分，那他麾下的将士到底是保家卫国，还是会为了利益调转利刃，成为他达到目的的刽子手？你血口喷人，我祖父绝无此意。是吗？毕竟你可是魏国公最引以为傲的孙女，你的想法不就代表了他的想法，对吧？蠢货！我是让你去探探齐之玉的底，不是让你给他送把柄去的。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说我们魏国公府吗？说我们和吴王是蛇鼠一魔，说我拥兵自重，会把刀挥向无辜百姓。祖父，是他血口喷人，我只是想站在道德高点谴责他。你还敢说？你站在道德高点，可他齐之玉站在了国家大义，站在了黎民百姓那边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妹，你真是太神了！现在全京城都在骂魏国公和吴王，说他们蛇鼠一窝，狼心狗肺。你那一脚踹的真是惊天动地，大快人心。不过我有点想不通，你怎么就料到蒋淑仪会去找你，又怎么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的？二哥，要是让你围剿一个很有实力的敌对势力，你会怎么做？制定计划，寻找弱点，最好是能打入内部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歼灭。二哥，你是个好人啊？那要是你呢？要是我呀，我就让世间所有人都觉得那个势力的存在会对他们的性命造成威胁。当所有人都因此夜不能寐，食不下蛋时，不需要我动手，他们自己就会像疯狗一样去攻击那个势力。等他们拼得两败俱伤，我再出手，那便是高举正义大旗，为民除害。
你哭什么？玉儿又怎么了？哥，咱妹她太苦了。你说，玉儿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想出这么可怕的法子？她该有多没有安全感，才会觉得要让所有人都站在她这边才行？但凡当初有我们在她身边，她怎么会受这种苦？别哭了，以前我们不在是我们的错，以后谁想欺负她，得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对，不能再让妹妹一个人扛着了。魏国公不是想算计玉儿吗？既然他把爪子伸出来，就别想再收回去了。我们去会会他。京城关于瑞王府天命所归是骗局的流言愈演愈烈。皇兄，外面那些流言蜚语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流言蜚语，本王最近忙于公务，未曾耳闻。四弟，外面在说什么？爹，吴王，最近京城流传的那些闲言碎语，都是你弄出来的吧？陈安，本王怎会做这种事？你可不要误会本王。吴王，你怕不是忘了，我爹我大哥可是天命所归，你利用这个来造谣，就不怕老天爷惩罚你吗？好，若是你觉得是本王做的，那就是吧；若是老天要惩罚，那就来吧。本王倒要看看天如何罚我。四弟，他怎么？爹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就是他诋毁你和大哥的下场，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我们走。陈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探望四皇叔，我医术不错，特来看看能否帮上忙，请。皇叔并无大碍，我有一个药方，若是皇叔服用的话，3天就可以下地。只是这药材珍贵，煎服过程也颇为痛苦。那就麻烦陈安了。府中有一套红宝人头面，正好适合你。那就多谢皇叔了，长者赐，不敢辞嘛。陈安郡主，那是我吉吉的礼物。陈安，上马车小心。多谢皇婶，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对了，那药方上的药材1分1毫都不能错，火候也要足，不然药效会大打折扣的。皇叔能不能快点好起来，就看你们的了。此药药性霸道，服下后如万蚁食骨，痛不欲生，需心智坚定者方能忍受。若中途停药，则前功尽弃，反受其害。玉儿，今日你在宴上与那思云使者针锋相对，吴王遗党恐怕会抓住此事大做余章。娘，您不觉得这样他们才更好污蔑我吗？所谓的针锋相对，正是我要演给他们看的戏。妹妹，你又笑了，快说，这次又是哪个倒霉蛋要遭殃了？你们说，若是魏国公在京城出了事，会怎么样？魏国公当年在边关与思云部落结下血海深仇，如今思云部落的人来了，想要趁机报仇，这不是很顺理成章吗？原来如此，妹妹是想借刀杀人，将魏国公府拖下水，同时还能搅乱吴王的阵脚。妹，你这计划也太……计划？对付敌人，何须计划？不过是顺理成章，见招拆招罢了。夫君，我们的女儿，她到底吃了多少苦才会变成这样？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她最坚实的后盾。那个位置，为了玉儿，我也要定了。陛下，既然我们两国已是盟友，那有些事我也该坦白了。其实，在贵国京城一直有我们的眼线。哦，那眼线是谁？为何此刻要揭穿？眼线，我们想收回，免得破坏盟约。至于他是谁，他就是你们的陈安郡主齐之玉。放屁！父皇，陈安才回来多久？他怎么可能是细作？可怜我那女儿，在外受了10几年的苦，儿臣还没来得及好好补偿她，就有人要这般置她于死地。这一切的根源都在儿臣身上。恳请父皇将儿臣贬为庶民，儿臣只想带着一家老少平平安安的度过余生。不用去请，本郡主来了。陈安，他们说你是思云部落安插在京城的细作，确实挺好笑的。拿出证据来，证明我是你们思云部落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今天
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陈安郡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从你被送到瑞王府那天起，你的身上就已被种下了我们部落的蛊虫。只要我吹响此笛，你便会痛不欲生。大巫，不可！陈安毕竟是皇室血脉。皇叔，你这做局害我的手段，未免也太低劣了，不必再演了。你快别吹了，吹得这么难听，简直污了本郡主的耳朵，听着就让人反胃。怎么会没用？怎么会没用？细坐。陛下，臣医术不精，此症闻所未闻，无能为力呀。陛下，臣听闻陈安郡主医术了得，不知郡主是否有办法保住吴王殿下性命？有啊。既然郡主有办法，为何刚才默不作声？人命关天，吴王更是郡主的亲皇叔，郡主当真如此冷血，一点都不顾念亲情吗？亲情？魏国公不如去问问我这位好皇叔，他设局构陷我的时候，可曾有过半分亲情？郡主此言差矣，别说是亲人，就算是我等臣子，见到吴王殿下如此受苦，也当奋不顾身，拼死一救。只要吴王可以安然无恙，就算是牺牲掉老臣这条性命又如何？守护皇室，这本就是我等为臣之本分。哦，郡主，既然你有办法，还请……凭什么？你是臣子，救他是你的本分，我可不是臣子，救不救得看我心情。救我！皇叔，咱们是不是该谈谈？郡主，救人要紧，还谈什么条件？哦，魏国公说不谈。啊！谈，别管他放屁，快谈！好孩子，爹就知道你呀，就是心善。皇叔，我若出手，可是救了你一条命，你觉得你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报酬，才配得上你这条命呢？你想要什么？皇叔，你也知道，我二哥齐敬熙整日游手好闲，没个正经事做。你看，是不是能给他安排个差事，让他历练历练？就这样一个差事，也不用多大的官儿，犬子不成器，去吏部当个员外郎，跑跑腿就成。可以，此事本王应下了。真是太好了，皇叔，你可真厉害！安排个差事，说句话就办妥了，真简单。我爹就不行。该死的丫头，这是在父皇面前点我结党营私，轻易干预礼制。这蛊虫嘛，我可以将它引出来，但此法凶险，需要找一个祭主，而且这个祭主必须是心甘情愿，不能有半分抗拒，否则蛊虫受精退回，你就会遭受100倍的反噬之苦。心甘情愿？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傻子？皇叔，你不用为难啊。刚刚魏国公不是说了吗？守护皇室，这本就是臣子本分，就算是牺牲掉老臣性命又如何？现在就是魏国公你表忠心、为君分忧的时候了，对吧？魏国公，魏国公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别光口号喊得那么响亮，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就怂了，满朝文武可都看着呢。那就有劳郡主了。这才对嘛。别动。陛下，既然王爷已无大碍，那我们就不多叨扰，先行告退了。回去？你们回哪儿去？冤枉完本郡主，害惨了我皇叔，就想拍拍屁股走人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陈安郡主，此事或许只是个误会，还请
以和为贵。和个屁！都被人骑到头上拉屎了，还和？魏国公，你喜欢忍辱跪着那是你的事儿，别拉上我们瑞王府。陈安，朕之前给你的那道圣旨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你是不是也该给朕一个交代了？圣旨？什么圣旨？陛下竟然背着满朝文武给了陈安郡主密旨！你们想撕毁盟约？告诉你们，我们思云部族是不会怕的。我们若是无法在约定时间平安返回，部落大军必将踏平你们的边境。盟书那是双方或者多方结盟才有用，可如今只剩下一方了，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思云部落都没了，还要盟书做什么？陛下要想剿灭我们，不是不行，但你要做好付出惨痛代价的准备。但凡我们超过时间不回去，我们部落的人就知道发生了不测，到时候你们的安稳日子也到头了。陛下，陈安郡主，此事可能就是个误会，还是以和为贵。和个屁！都被人欺负到跟前来了，还和？魏国公，你喜欢跪着那是你的事儿，别带上我们。如此胆小怕事，你当初到底是怎么带兵的？陈安郡主，陈安，朕给你圣旨，让你解决思云部落，你是不是该给朕一个交代了？陛下，你想灭了我们思云部落？好，此次议和就此作罢。蠢货，你觉得你能走得掉？你就算杀了我们也没用。盟书是双方结盟才有用，可如今只剩一方，还有什么意义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思云部落也是用印盖章。盖章了有什么用？你们思云部落都没了，那印章不就是块破石头？你们部落首领管事的都在这里了，你们不会不认识吧？齐之玉，废物！你们部落全都被我给灭了，你怎么还会觉得能打得过我？不可能！我们部落上万人，你怎么可能杀得完？我都调查清楚了，思云部落的人都在这上面，我是按着名册验明正身才去杀的。把他们关进大牢，3日后问斩。好，陈安辛苦了，你立下此等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跟皇祖父说。其实都是为了百姓，什么赏赐不赏赐的不重要。你这孩子就是心系百姓。好，这个大功朕先给你记下。郡主真是为国为民，立了大功。哎，要说立功，救吴王，魏国公您功劳更大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刚刚要是给吴王转移蛊虫的话，把死囚给打晕了，他也不会反抗啊。哎呀，忘了。不过还好魏国公深明大义，肯牺牲自己。魏国公大义呀！妹啊，我翻来覆去的想，就是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让上万人都按了手印的？那可是上万人啊！谁说那册子是思云部落的人写的？我在出发之前就给爹在边关的人送信了，让他们提前准备个册子出来，写满了人名。思云部落号称上万人，但是谁会真的去数那本册子里是不是有1万个人名？你的意思是，那册子上的人名全都是假的？也不能说全是，把他们知道的重要人物名字写上，剩下的胡乱写，真真假假，谁分得清？那手印呢？总不能也是假的吧？爹的人有好几个呢，他们再找自己信得过的人一起按手印不行吗？一个人10根手指，外加10根脚趾，他们交替的按不可以吗？谁还真的会去找尸体一个个去对手印啊？二哥，脚趾也是有指纹的，你不能歧视脚趾头啊！王爷，魏国公也属意让我用此次的军功换回父亲的爵位。很好，齐之运灭了思云部落，风头正盛，但你的战功是实打实的，父皇一向赏罚分明，不会不赏。可我的战功风头全被他给盖下去了，
无妨，只要威远侯的爵位能回来，我们才有资本好好跟他和瑞王斗下去。有你的战功，再加上魏国公在朝中周旋，你父亲的爵位十拿九稳。黄姐，我前日送了拜帖，黄姐却说很忙，没时间见我。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吃这低贱的东西？忙，没时间见你。我是想感谢黄姐帮了我父王。黄姐避而不见，是嫌我烦吗？对啊。郡主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们好歹是姐妹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，伤她的心？蒋叔爷，是因为你祖父为吴王引蛊虫上身，心有不甘，所以你才如此记恨我吗？那也是魏国公自己选择的。他说他身为臣子，忠于皇室，难不成他只是嘴上说说，其实心中并非这么想？都怪我，是我当真了。你迁怒于我，我也能理解。抱歉，我真不知道你祖父是口是心非之人。郡主，我祖父绝无此意，这是你们姐妹之间的事情，为何要扯到我祖父？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姐妹的事情，那你一个臣女，掺和进皇家女儿的是非之中，这是你祖父魏国公给你的底气。郡主，臣女失言，求郡主恕罪。你还是回去问问你祖父该怎么罚吧。黄姐，蒋淑仪也是因为看我伤心才出言的，咱们是姐妹，你为何要烦我？难不成就因为黄伯父想要储君之位，你就厌恶我吗？难道在黄姐心中，那个位置竟胜过血缘亲情？你递帖子的时候，我就说过，我忙，没时间见你。是啊，黄姐灭了思云部落是大功臣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自然不配见黄姐，不配耽误黄姐的时间。没错。郡主，您要的药材已经调配齐了。那挺好的，都送过去吧，别耽误了百姓们用药。齐荣瑶，你成天待在王府里，是不是不知道最近几天京城最大的热闹事是什么？不就是都在讨论你的功绩吗？这几天京城所有医馆都在免费赠药，京城以及周边的百姓全都去领药，这才是京城最大的热闹事儿。我的功劳跟百姓的安康比起来，算得了什么？齐荣瑶啊，百姓在你眼中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赠药？哪家医馆赠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吗？京城所有医馆都在赠药啊，当然是因为我娘拿了银子让他们赠药。哼，哦，你们怎么突然想起来赠药了？又是为了赚个好名声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谁让我杀了上万人呢？我明白了，黄伯母是因为黄姐你杀父过重，所以才广赠汤药，为你积福赎罪吗？齐荣瑶，我理解你是想要打压我，所以口无择言。胡说，我没有口无择言，我说的就是事实。你刚刚不是口无择言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娘给百姓赠药，确实是因为我杀了上万人。我陈安灭了思云部落这个边关大祸害，如此喜事，自然要普天同庆。只可惜我瑞王府银子不多，能力有限，只能惠及京城周边的百姓，实在是惭愧。郡主，此乃普天同庆之大喜事，臣女家愿意出银子，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心粮。蒋小姐有心了，臣女这就回去让家中准备银子，多谢郡主，多谢郡主。你故意害我？我怎么害你了？难道在你看来，灭了思云部落是杀戮过重，需要积福赎罪的坏事？那在你看来，是不是我父王也是这个意思？是不是吴王殿下也是这个意思？事情就是这样了。蠢货！吴王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成事不足、坏事有余的废物？祖父，瑞王府就是故意的。他们赠药干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在后门？不就是为了坑人吗？你个蠢货！放到后门是为了不耽误医院正常病人看诊。你以为他们想不到这一层？
瑞王府在布局的时候，每一步都想得清清楚楚。那我们出了银子，也算有一份功劳吧？百姓也会念着我们的好。功劳？哼！我问你，京城权贵都跟了，其他府城的人能不跟吗？灭了思云部落，如此普天同庆的事情，谁敢不跟？最后史书上只会得留下记载：陈安郡主灭思云，瑞王府赠药，举国上下随之同贺，功劳美名全都是瑞王府跟齐之您的，而咱们出钱出力，无名无分，最后还得挨骂。直白又狠辣的阳谋啊！这就是齐之玉，我们都小看他了。这药，老大，你家这事儿办得好啊！借着玉儿的由头，为天下百姓做了件大实事。能为父皇分忧，为百姓做事，是儿臣一家的本分。瑞王殿下心怀天下，造福百姓，如此贤能，老臣眼还不瞎。之前是老臣执拗了。阁老言重了。张阁老，你现在就下结论，是不是太早了？吴王殿下，老臣相信自己的这双眼不会看错人。王爷，张阁老他无妨。明日之后，我看瑞王他们还怎么得意。边关送人头的队伍已经到了京城附近。那他们送我来了。陛下，眼看就要到行刑的日子，可边关将士还未回来，这如何是好？陈安郡主到。皇祖父，没茶水吗？有点渴了。你这丫头，就等着你来呢。来人，上甜汤点心。陛下，末将等人护送政务，谁知住宿的客栈夜间走毁，火势极大，还被人泼了油，所有东西全都被烧得一干二净，全都烧了。思云部落首领们的人头也全都烧了。混账！让你们运送如此重要的东西，竟然全都被烧了。郡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最能证明你灭了思云部落的证据就这么没了。如今外面都因为瑞王府带头举国庆贺此事，可这证据一没，这到底是烧没的，还是根本就没送来，可就真不好说了。郡主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？郡主，你让他们自相残杀，实在是有失我大国风范。你大可以等边关将士过去再行斩杀，何必用此等手段？魏国公，你该不会当真了吧？郡主此言何意？莫非是在戏耍老臣与这满朝文武？不会吧？我刚才说的魏国公以及众位大人，你们还真信了？思云部落之人个个骁勇善战，就算让他们自相残杀，也要耗费不少时间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各位大人不会想不明白吧？竟然不是！那郡主又是如何在短短时间内杀了思云部落上万人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陈安，你这是……皇祖父，我只是给各位大人示范一下，只不过在思云部落时，我手中拿的是弓箭，箭雨也只是这样轻轻划过他们的脖颈。其实这办法也不是最省力的，
最省力的本该是下毒，可惜我到的时候他们刚用过早饭，等他们吃午饭又太久。若是用药粉，山中风大，效果不好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费力气了。郡主好武功，只可惜思云部落的人头作为证据，已在客栈大火中尽数烧毁。口说无凭，此事怕是难以立刻证实啊。人头被烧没了，魏国公，你听谁说的？他们亲口所言。魏国公，末将可从来没说人头被烧花了，末将只是说客栈烧成了废墟。那人头呢？郡主吩咐兵分两路，人头由另一队兄弟跟着镖局商队先行一步，如今已安全抵达京城，末将等人是随后赶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做得好，来人，传朕旨意，行刑之时，把那些人头摆在思云部落使者面前，让他们死前也见个面，好好团圆团圆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魏国公，看来你从心里就看不起我这个郡主啊，也难怪你孙女蒋淑仪敢在外面随意点评我与齐荣瑶的是非。郡主，这怎么？她回去没告诉您，她已经当众承认失言，并答应出钱赠药吗？还是说，在我这个区区郡主面前认错，回了府，在您魏国公看来，根本不值一提？陛下，老臣教尊无方，请陛下降罪。罢了，罚俸1年吧。这魏国公这是怎么了？哦，蛊虫发作了，没事的，只要按时服药，1刻钟之内就能好。吴王，你可要记住，魏国公是替你受过，是你的恩人啊。儿臣不会忘记。不，你们不能杀我，我是使者。告诉你们陛下，我有一个关于吴王的秘密，若不见我，我就公之于众。死到临头还想挑拨离间，堵住他的嘴。蛊虫是吴王让我给陈安公主下的，吴王勾结外族，居心可诛。快飞马入宫，封锁消息。吴王，大吴说，是你指使他用蛊虫对付陈安。父皇明鉴，儿臣绝对没有，这定是外族贼人临死前的污蔑。四皇叔，您这也太过分了！您跟我爹争储君之位，也不能害我一个小辈啊！要害，您去害我爹呀，害我算怎么回事？陛下，小人有证据，在使馆的床下藏着印为吴王殿下贴身的扳指。陛下，就是这枚，是小人趁吴王不备时偷走的。父皇，这枚扳指是儿臣的。瑞王，我为你办事诸之失败，愧对于你。在我面前玩自尽，想太多了。吴王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你为何会中蛊，都是瑞王安排的，我们早就合作了。皇兄，我的扳指确实丢了一段时间了。行了，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，想离间我们皇家亲情，真是可笑。皇叔这么明智，肯定不会上当的，对吧？四弟，我就知道兄弟情深，你一定会相信哥哥我的。是，皇兄说的是，臣弟自然是信你的。这外族之人只会挑拨离间。好兄弟，来人，把这意图污蔑吴王、挑拨我兄弟亲情的乱臣贼族拖下去，斩了！四弟，你到底是年轻了些。瑞王，你好手段！自幼父皇将我抱在腿上，亲受帝王之道。传国玉玺不过是我儿时砸核桃的玩意儿罢了。四弟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爹，你真是个反派大魔头啊！玉儿才刚刚喜欢爹吗？爹的心都要碎了。哦，那我可要回去告诉娘，爹爹除了娘，还在意别的女人是否喜欢你。玉儿啊，咱们父女俩有话好好说。敬喜堂兄，听说你跟陈安堂妹关系最好，
怎么他得了好东西，却没想着给你也来一份？我又不是姑娘家，吃什么点心甜汤？怎么，你想吃？想吃自己找黄木木要去啊！我只是觉得陈安堂妹在外吃了那么多苦，如今一定很怕再次被抛弃，所以才有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你，想讨好你。你们可要好好心疼她。红儿，别乱说话，你皇兄伤心了。我伤心不是因为我妹，而是因为你。齐静红，你太可怜了。我怎么可怜了？小小年纪就瞎了，还不可怜？我妹灭了思云部落，这样的本事，我们家该担心的是她不要我，怎么会抛弃她？看到了吗？这东珠你有吗？这是皇祖父赏给我妹一匣子，我妹转手就要全给我的，我没舍得要，才拿了几颗玩玩。一匣子东珠，我父王都没有。我妹送我东西是告诉我，她把我当家人，安我的心。这种感觉，你家没出过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没经验，难怪不明白。你妹妹是没东西送你，还是你还没重要到需要她费心思？陛下驾到，德妃娘娘驾到。启禀陛下，边关参将魏一峰在与思云部落作战中立有战功，臣恳请陛下允许臣用自己所有战功换父亲无恙，请陛下恢复我父亲威远侯的爵位。郡主，德妃娘娘有请。玉儿，娘跟你一起去。瑞王妃，德妃娘娘只见陈安郡主。不见。郡主，还请不要为难奴婢。若是郡主不去，娘娘会怪罪奴婢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郡主眼睁睁看着奴婢受罚，都没有同情心吗？德妃要罚你是德妃的事，你不去怪会罚你的德妃，反倒责怪我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郡主，你实在冷血无情。娘，爹，你们先回家。玉儿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跟德妃探讨一下下人的管理问题。带路，去找德妃。是有事的，肯定是别人。人数多少，对于玉儿来说不重要。齐之宇，见到德妃娘娘，你怎么不行礼？德妃娘娘，看好你家的狗，别乱吠。你骂谁是狗？郡主息怒。魏将军，管好你娘！一介平民冒犯郡主，你还有战功来保她吗？好了，陈安，都是一家人。我派去传话的宫女呢？哦，她啊，死了，我杀的。德妃娘娘若是不服，可以去找皇祖父告状。陈安郡主，德妃娘娘没有赐座，你就贸然坐下，你的了数呢？郡主恕罪。德妃娘娘，这是在你的宫中，区区一个民妇来指点本郡主，你怎么看？胆敢对郡主口出狂言，来人，给本宫掌嘴！德妃娘娘，她被打是因为她不懂规矩，差点牵连了你。我这是帮你剔除隐患，救了你的命。说起来，这救命之恩，德妃娘娘就没有什么表示吗？陈安说的是，穆妃，你该给陈安谢礼的。我听说德妃娘娘手中有一副玉制的围棋，我喜欢那个，德妃娘娘送我那个就好了。不行，那副围棋乃是陛下所赐。那是皇祖父对德妃娘娘的爱意呀。皇祖父既然如此深爱德妃娘娘，那这作为德妃娘娘救命之恩的谢礼，皇祖父一定乐意至极。毕竟什么都不如德妃娘娘重要，不是吗？还是说德妃娘娘觉得在皇祖父的心中，那围棋死物胜过你的安危？怎么可能？
好，那副围棋给你。利用我母妃对父皇的深情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卑鄙吗？他想害我全家，我便会让他充分体会体会什么叫绝望。回陛下，德妃娘娘身子无碍，不过是一时急火攻心，吃几副药调养便可。去看看你母妃。母妃，您好些了吗？都是陈安他。此事跟陈安没有关系，相反，陈安还很关心你母妃。陈安知道你母妃喜欢下棋，特意送了一副围棋过来，让朕转交。看，还是上好的玉质棋子，陈安有心了。齐之宇，你少说废话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皇叔，我想干什么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？你还特意过来问，果然是够蠢。你很得意是吗？得意？吴王，你会因为不小心踩死一只蚂蚁而得意吗？齐之玉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我母妃因为你，整个人都碎掉了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不伤害她，我还留着她过年。少跟我提什么你母妃对皇祖父的深情，她要的不是夫君的宠爱，是帝王的偏宠。可惜皇祖父不是昏君。好，齐之玉，以后咱们不死不休。皇叔，这礼我不能收，我不知道德妃娘娘并非诚心送我。我以为德妃娘娘是喜爱我，谁知最后竟闹出个我强推夺她心头所目的恶名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吴王府也太欺负人了。郡主，皇叔，东西已经还你，我不要了，还请以后皇叔跟德妃娘娘不要再这样算计我，我承受不起。王爷，东西都还您了，您就别为难我家郡主了。你去跟陈安说，他误会了，是我没说清楚，才让陈安误会的，是本王的错。那珊瑚母妃是真心相送，稍后本王会让人再送些厚礼过来，以表诚意。外祖父，我听说魏一峰用战功换回了他父亲威远侯的爵位，不过嘛，我又让皇祖父把爵位收回去。郡主明鉴，老臣绝无二心。您可别再动什么心思了。不过田氏最近倒是安分，但我担心等以后你彻底下不来床了，他若是有个什么心思，危险的是你啊。外祖父，不妨试试看。皇兄，你既在吏部当职，就该全力以赴，怎能如此不求上进？你这样是愧对皇祖父的信任，也让皇伯父蒙羞。我平庸怎么了？我只要不惹事不就得了？齐静红，欺负我二哥是吧？女儿，柔儿，救命啊！世子，救我，救我！我们瑞王府的家风不好。齐静红，看样子这德妃娘娘的家风也不怎么样啊。齐静红，你家的亲戚可真上进，谋害夫君，坑杀王爷，这样的上进，我还是别学了。德妃娘娘果然仁义，哪怕自己难受的晕过去，也没说要让魏丞相休了唐静柔，真是贤良淑德的典范。施主请留步，前方是住持清修之所，请勿靠近。郡主，住持清修不便打扰，您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就连吴王来见住持也是敬重有加。蒋夫人的意思是，我堂堂郡主要见一个寺庙的住持还见不到，还是说郡主在他这个住持面前卑微至此？臣女不敢。各位，我很忙，没时间跟你们做口舌之争。
你们随我一同入宫面圣，在陛下面前一次说清楚。谁要是敢走，刀剑无眼，出现伤亡，可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看好了人，但凡不去的，杀了。邓安，这是怎么了？皇祖父，有人意图造反。当然是这些人，以及他们在朝为官的家人。有理有据，只有你这个啊！皇祖父，你真是够可怜的。哦，怎么说？如今一个住持都可以爬到皇室的头上去了，我一个郡主见他，还成了冒犯他。我亲自去寺庙找他，已是伪尊降罪。怎的？皇室郡主在这些夫人眼中如此卑微？这些夫人为何会有如此想法？是因为吴王格外敬重主持吗？我不得不多想一下了。吴王看重的人，就可以超越孙卑，越过礼法去。朕平日里倒是没注意这些，原来朕亲封的郡主如此不堪，还不如一位得道高僧。跟我斗，还差得远。